这是我的首战，我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不打算留下任何遗憾。好，欢迎所有热爱飞盘运动的所有的民众一起来欣赏我们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今天5月10号，我们在桃园的元智大学准备要进行的第3场比赛，依旧是男生组的赛事，将要由台中体大、台理大要来对上的是高医大。现场的温度依旧是24度，那现场看起来这个雨势是有比刚刚稍微趋缓了一点，也希望待会比赛的进行中哦，选手们不会再受到雨势太多的影响。好，下场比赛这场台体对高一的比赛哦，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体育大学是去年的大专杯的亚军，他们在110跟111年全年度是拿到冠军哦，但在去年想卫冕的时候3连霸，但是被高师大3场比赛的胜队给干掉了，所以他们今年是想要再来寻求干掉高师的机会，所以他们这场比赛对到高一是必须一定要获胜，才有机会到了决赛。好，对到了高师。好，那对高一来讲，当然他们面对到的是去年亚军哦，这场比赛当然就难度会稍微高一点，也希望他们可以发挥出他们原先的实力。对，我们看双方的选手人数还是有一些的落差哦，高一的选手相对是比较少的，对，但是因为今天的天气没有炎热，而且是下雨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选手少的队伍比较不会有那种体力消耗的状况。是。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伟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威力吴承宪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赛评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现场已经鸣笛了，稍后比赛就准备要正式的开始。对，这场比赛是由高雄医学大学先防守，防守方会先持着飞盘，然后往进攻方的得分区里面做开盘。好，现在持盘的就是蓝色上衣的高雄医学大学。那白色方呢，则是去年的亚军，来自于台中的台湾体育大学。白色是台湾体育大学，好，蓝色防守方是高雄医学大学。很快速的台体在左边的 end zone 角落就顺利的得分哦，得分背号38号的蔡伯恩。是，看一下刚刚这一次的得分，38号的蔡伯恩，哇，这应该是开赛可能才大概1分钟左右就攻下了分数。哦，蔡伯恩来自的是毕业于长义高中，哦，长义高中也是我们近几年的全中运的列强，哦。他们目前的盘龄，蔡伯恩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所以他目前只是大学2年级，代表他从国中1年级就开始玩到现在。是，所以高一在这场比赛面对到的是去年的亚军，他们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要先想办法守住这个去年亚军台体的非常猛烈的攻势哈。是没错，要不然像刚刚可能开赛1分钟就让对方很轻松的得分呢。好，高雄医学大学是蓝色深色上衣，然后台湾体育大学台体大是白色的浅色上衣。好，目前持盘方是落后的高雄医学大学，目前是0-1的暂时落后。看起来就是直接1对1的，算是面对面的防守了哈。哇，这个传导直接被台体大给抄走。但台体也发生了一个好像蛮不必要的失误。对，这个传盘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有点可惜哦，要把盘权还给了高一。对，而且感觉好像是稍微大意了一点哦。这是高一的机会了，蛮靠近得分区的。哦呦，还好有接起来。好，一个颠倒盘，好像被对方拨了一下。对，这个颠倒盘传的稍微的轻松了一点。这个颠倒盘因为距离没有很长对，看一下刚刚这个颠倒盘，哇，直接被对方手
刚好因为很长哦，对，直接拨了一下。塔里达目前是1分的暂时领先。好，不急，一盘一盘慢慢的传。看起来团队的传导目前为止都做得还蛮流畅的。对，我们看到整个台体的阵容他们把整个左右两边的空间清开来，让后面的选手可以一个一个出来做接盘。对，一个大脚的传盘，大角度的传盘有接到吗？没有。这个传盘的意思不错，但是队友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会传过来判断上面有些失误。好，盘权回到落后方的高雄义大手中，他们穿的是深蓝色的上衣，0比1暂时落后。防守方是白色，背号10号的黄立伦。又是一个传盘的失误对，盘权再回到了台体大。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初学的选手都会想说，那我要一盘就达到中后场但是其实传盘过程如果盘线太长的话，是很容易被对手给抄截的。对，哇，好像是不是防守方没有注意到漏了一个这么大的空档给到了台体大，所以很轻松的让对方攻下了分数。对，刚刚应该是攻守交换的时候有一个沟通上的错误所以导致有一个选手是没有人防守的，就轻松的得分。台体大目前2比0，因为刚这个空档几乎是完全没有人看防，所以一定是防守方某一个组合上面没有配合好所以我们在说场上的选手沟通是蛮重要的，必须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让自己的队友知道我们现在的防守策略是什么而且尤其场地又是这么的辽阔，然后旁边有这么多的声音。好，72号的马博廷来开盘。对，马博廷毕业于承德高中，目前是休闲系5年级的学生看起来这次为了我们的转播也有染色了一个金头发很帅蛮有特色的，也是一个左手的。哇，他的开盘也开得蛮远的。对，我们说开盘就是要盘到人到进攻方拿到飞盘的时候，防守方就已经到位了，这样子给进攻方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是。高义大现在2分的暂时落后，看看这一次的传盘，还是想要打一个长传可是还是没有打到一个自己队友的位置。因为这样盘线比较长了，当然风险是比较高的。当然你一盘到位就很帅了，一箭穿心，但当然难度很高。好，又回到马博廷手中，再往旁边的队友送。哎呦，又掉了。94号的杨俊宇，这盘很可惜没有接好。所以在这种天候状况之下，其实双方都必须要在传接盘上面更小心一些。好，现场其实已经是没有雨势了。但是当然，现场的草皮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水洼。高一的一个长传，看看直接往前传，被拨掉。因为防守方其实只要把飞盘拨掉，并不需要掌握飞盘是算一个可以攻守交换的，但进攻方必须要完全掌握飞盘才能继续下一波的进攻。哇，台体这个传盘也是有点大意了一些。哇，感觉起来是不是台体大好像稍微有点大意了？对，这场比赛进行到7分钟的情形来看，对，也蛮多的非受迫性失误产生好看高一有没有机会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进攻2分的暂时落后。至少在掉了第1分之后，其实没有让台体大像前面第1分钟得分那样那么的轻松。哇，这个传盘又很快发生了失误。马博廷那个长传，对，马博廷像4分卫般的往前传 ，touchdown 得分。哇，漂亮的一次传盘，走到他们背号66号的精神队长杨廷宽。3比0，台体大暂时领先。哇，而且刚刚马博廷这个一盘就直接传到位了。
真的就像一个4分卫哦，直接远距离的传盘，一盘到位，帮助台里大再添1分，3比0。好，后面上看到就是刚刚得分的66号，他们的精神队长杨廷宽。杨廷宽他毕业于台中的东山高中，目前盘龄1.5年，之前的专长是剑道，曾经在高中3年拿下剑道团体赛的3连霸。哇，拿到了剑道3连霸。对，然后在大专还就是有转换飞盘，他是大3的时候才开始转换飞盘，今年大4的学生。所以到了这个年纪，转换项目之后，还会有机会可能同时原先的项目也一起并行吗？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对。好，刚开盘的是25号的陈思恩，高医大要把握住哦，这个很难得的持盘机会，不能再发生比较明显的失误。90号的宋承凯。哇，可能要有人来接应哦。大表目前是大概9分25秒。哇，林家峰的一个 no look pass 找到了马博廷哦。对，马博廷很轻松的就拿到了队友传过来的飞盘。帮助台里大再添1分，看一下刚刚这一次。家峰跟马博廷2位都是俱乐部3宝饭的选手，他们除了在台体有练习之外，他们的俱乐部也是打同一支队伍，所以双方的默契看起来是相当的好啊。是，哇，所以他们其实除了学校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俱乐部的组别哦。对，俱乐部的队伍。对，我们平常在打俱乐部的时候，很多都是男女混合组。像我们现在看到场上的是男子组，以及大专杯会有女子组。但是外面的比赛很多是男女混合的，场上可能是4男3女或3男4女的情况。混合组感觉就好像有一些战术可以来运用，因为万一有的时候是可能男性守到女性或女性守到男性，双方都有一些各自的优势哈。是，所以他们可能一支台体的队伍里面有不同的俱乐部的队伍，平常现在是队友，但是到了俱乐部比赛是变成对手了。对手了。对。好，4分差，先得到6分的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4比0。好，用几个假动作，不要让自己发生太明显的失误。所以其实短距离的传导也是相对的比较保险的。对，因为其实我们整个飞盘的场地是100公尺，我们只要有10到15公尺的传盘能力，其实每一片的稳定传盘都可以让我们的飞盘推进哦。对，哇，结果这个传导又发生了失误。双方确认之后是刚刚读秒10秒钟，进攻方并没有出手，所以回到了刚刚的攻击的点哦。是。所以盘权又回到了台体大手中。刚持盘的是这个左路的选手。刚刚这个传盘也是有点大意了一些。其实可以稳稳的得分哦，但是没有注意到对手在后面有个超级的行为。大表准备进入到第12分钟，4分的差距。持盘的是90号的宋承凯。哇，这个传盘失误又把盘权还到了台体大，而且台体大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他们的得分区域了。高雄医大要特别的当心对方台体大的这一波进攻。好，几次的传导，找寻空档的机会。哇，好像是不是防守上面高雄医大又出现了一些状况？对，他们的后面的胶带上面可能有一些不确定性哦，所以刚刚发现背号67号的戴君燕得分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防守者在附近的。其实前面也有一次防守上面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几次哦，这个
算弱侧边转移到强侧边哈。那台体也是很有经验的，利用场地的左右两侧，然后让他们的传盘距离拉开之后，让防守选手比较不好对到人哦。嗯，好，5-0了。持盘的是38号蔡伯恩，戴白色帽子的这一位。好，看起来这个飞盘运动，多数的选手都算属于这种精瘦类型的选手，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跑动项目，会非常需要这个大量体力消耗的一项运动。对，没错，飞盘运动其实可以类似像足球啊、美式足球，他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折返、哦，所以看到我们选手虽然在草地上奔跑，也是穿着我们的足球鞋哦，才比较不会那么的滑。是，对，因为刚刚我还特别问了一下我们的赛评威力，他们穿的这个钉鞋，应该说他们的鞋子是哪一种类型？对，它是那种塑胶钉的足球鞋。好，塑胶钉就是当然，因为他们这个飞盘不会有铲人的情形嘛，是，只是说只要可以踩得其实顺就 OK 了。对。那你如果穿慢跑鞋的话，其实在草上是相当的滑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状况，应该慢跑鞋会几乎跑不太动了。是。好，一个颠倒盘到了左侧，传过去，哇！其实也是传的还蛮到位的。对，双方确认之后是一个出界哦，在界外才接到这片飞盘。但其实传的跟接的其实都还蛮到位的，只是因为人已经出界了。所以我们如果在接盘的当下，落点是在线上，是在界外的，好，所以算让高雄一大躲过一劫了。但是高一这边自己发生了一个传盘接盘失误啊。所以盘权又回到了领先方的台里大手中。目前比赛才进行到第15分钟，大概1/4而已。台里大一步一趋，准备要来得第6分。好，短距离的几次传导，好假动作，再往回送，不急哈。我看得出来台体的进攻是一个选手出来接盘哦，找到空档，顺利的拿下。哇，一个接盘的失误哦。对，右路的队友很可惜哈。对，这片拿下就进了中场休息哦。可是这个传，我们看一下重播动作，哇，好像是真的有点滑掉了。算是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好，依旧是5分差距。高一又想透过一个长传，然后把进攻距离拉长，但是队友没有接应到，飞盘又回到了台体大手上。台里大只要再得1分，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也才16分钟而已。场边队友持续喊这个要接盘的位置。台里大，好，看看这个颠倒盘，送过去，哇，漂亮，直接到位，哇，而且越过了高一大的防守者，所以攻下了第6分。看一下刚刚的这个颠倒盘，38号的蔡伯恩，哇，非常的到位哦。好，所以攻下了第6分，代表要进入到中场休息3分钟啦，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好，下半场的比赛要准备开始。高雄义大跟台湾体大，这是公开男子组的复赛，6-0的比数。下半场比赛要正式的展开，得到11分的队伍就可以直接拿下比赛的胜利。好，高义大其实也很可惜哦，上半场感觉台体大好像稍微有点大意了，发生了比较多没有防守方积极压迫情况下发生的失误，但是落后方的高义大好像也都没有把握住这些机会哦。对，刚刚这个进攻又是一个给一个小盘，但是又是一个传盘失误哦，盘权回到了台体大手上。对，哇，台体这个传盘还好，后面有直接接到哦，所以再得1分，7-0。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背号5号的关博佑，7-0了。在整场比赛传盘的细腻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防守者给你很大的压力，你导致一个失误的话，就会造成对手的得分，这样其实对自己的队伍是比较不利的。而且比赛其实才20几分钟哦，感觉高义大当然可能两队有一点点实力的落差，但是他们自己也这个错失了几次可以进攻的机会。对，因为我们看场边其实高一是没有其他的板凳选手的哦，所以看起来是这7位选手要从头打到尾，对他们的体力也是一种考验了。是，因为报名的选手好像应该是有10位哦，但是今天场上目前高义大是只有7位的选手。对，不要其他选手哇，这个接盘失误哇，而且让台体大是非常靠近他们的得分区域哎。哇，那高一要小心了，这一分可能有高几率会掉哦。哇，这一分又让台体大非常轻松得到了第8分。这个在对方的家门口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哦。看一下拿下第8分、得分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会让这个落后方的高一大显得蛮气馁的。对方好像已经气势完全是压倒性的压过了高一大，8-0，在3分这场比赛就要提早结束。当然，对高一大来讲啊，他们面对的是毕竟去年的亚军哦，过去也曾经也得过冠军的球队，当然应该也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学习到很多场上的一些经验。对，其实高一大这场比赛虽然目前落后比数比较大哦，但是可以透过这次的比赛，可能在未来的5、6、7、8名排名赛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队伍该怎么样的执行战术，有必要有办法拿下更好的成绩啊。高一大其实也不简单哦，他们是 D 组的第2名哦，面对到的是 B 组第1名的台体大，去年的亚军，今年要来复仇，想办法要击败高师大。好，高一大的进攻目前是0-8的暂时落后，想办法把空间看看这个远距离的传导。哦，这个传盘又出界了，又出界了哈。尤其是这种跑动中远距离的传盘，其实是难度很高的。是，我们看到林家峰哦，拿到飞盘要做进攻的执行。25号的林家峰，好，又回到马博廷的手中。这个左手持盘真的控盘控得非常的稳哦。好，看看这个远距离的传导，哇，差一点点，也发生了失误。好，跳起来把这个远距离的传盘看看有机会传到位吗？也发生失误。看到双方在长传的时候都有一些失误的产生哦。所以如果接下来不管进到4强或冠军战，这种失误必须要大量的减少，才有办法拿到相对好的成绩。对，好，正手找到了马博廷。啊，这一个用一个弧线，他想打的高度应该是再更高一些哈，可能手比较湿滑了一点，导致了一个失误。
对，所以这个队友也立刻跟他讲哦，应该是66号的队长杨廷宽，应该讲的就像刚刚赛评威力讲的，应该可以再给高一点。哇，对方失误之后，哇，再度迅速的得分，9比0。台体大光是打对方失误之后的转换哦，分数就得了不少。看一下，一个正手的 outside in，让自己的队友在得分区非常舒服的接到飞盘哦。22号的吴冠伟得分。飞盘争夺赛是一个非常团体的一个运动，它没有办法像篮球一个人一马当关的就拿下很多的分数，它必须要通过传导的方式，一个传盘一个接盘才能得到这1分。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很多选手，尤其男性选手喜欢用力的丢盘哦，但是在飞盘争夺赛的时候，你必须要丢给的盘上队友是好接舒服的情况之下，才办法拿下胜利哦。所以我们要知道队友的一个习惯性，不管是传盘或跑位的习惯性，以及接盘的舒服的位置，那我们想尽办法让队友好接，让分数能够拿下。因为你丢的很大力，但是你队友没有跑到位，也是一个失误了。是，这就是它跟篮球比较大的不一样。高一大要小心，0比9。现在发生失误之后，如果被对方得分，有可能就会让对方停牌了。我们看到选手举手的示意，因为开盘的出界，所以会从出界发盘点。今天比较泥泞一点，所以场上正常会有个叉的位置从那边开始做进攻。比赛目前是进行到第27分钟，等于60分钟其实还打不到一半哦，但是已经比数是蛮悬殊的，9比0。本次的赛事从预赛到复赛都是打60分钟11分。先拿到11分的队伍就能够获胜哦。哇，远距离的这个传导，对，这个其实已经到位了。其实队友是好接的，只是队友没有好好的把它接住哦，有点可惜。好，刚刚有点身体接触。准备进入到第28分钟，塔利大9比0。好，看起来现在传导是显得更谨慎。台体回中再打到场地的左侧，马博廷一个左手的 outside in， 对，哦呦，漂亮，直接给到了前面的队友44号的洪玉祥，越来越靠近得分区了，再1分就可以准备听牌。好，往回送，好，看看这个远距离，传到了对方的手中了，发生了失误了。家峰刚刚会有这样的传盘，是因为他曾经在国际赛的时候用这样的传盘方式得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1分可惜这次被对手识破了。刚好因为防守方站在他的队友的前面。好，这个远距离的传导，哇，可惜这个队友没有跑到位31号的队长王书汉。好，这一波攻击。来回了几次，看双方的选手的体力都有点流失，感觉跑动上面速度就有点降下来。对，有个是颠倒盘往前送，哎呦，有接到。对啊，哇，现在是一个多打少嘞。好，非常靠近，应该要得分了，第10分拿到了，10比0。哇，其实这个多打少让台体这么靠近得分区的情况下，得分就显得非常的轻松了，10比0。给到的是背号44号的洪玉祥得分，10比0了。60分钟的时间还不到半小时，不到一半，台体大已经停牌了，10比0。再1分就要直接结束这场比赛。以人数上来说，台体大已经有优势了。落后方的高一，他们是没有任何选手可以做更换。对，所以看台体换上了一些今天上场比较少的选手对，上去做一些经验上的累积。对，几乎是把刚刚原先先发的所有选手。应该大部分都先换下来了，包含了这个染了一头金发、很有特色左手持盘的马博廷都换下来。好，
高雄义大目前是10分暂时落后，10分已经是这个大幅度的落后了。哇，又是一个超节哦，又是一个超节了。哇，这个第11分，当然领先方。场上好像突然一阵混乱，第11分就拿到了。对，得分背号42号的陈思恩哦，呵得分之后他们做了一个 CPR 的一个庆祝动作哈，对，有点类似世界杯足球赛得分之后的一些庆祝动作。因为刚刚其实台里大得分之后，我都有点为他们的庆祝动作有点捏把冷汗哦，是很怕是选手受伤的感觉啊，还好不是啊。其实我担心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实力悬殊这种动作会不会造成对手的一些情绪性的一些反应了。但我不知道威力你们这样看起来可能觉得还 OK 吧？不要直接针对的对手做，或者是我们在场上最不希望的是接到盘之后得分之后的摔盘，好像有点不要刻意的挑衅。OK， 那应该都还好，对，不要摔盘，或者不要朝着对方直接怒喷一波这样。对对对 ，OK。好，这场比赛最后就是由台湾体大以11-0。在这个比赛还大概半个小时都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直接口斗了对方，拿下了比赛胜利，也恭喜他们挺进到了4强赛了。是，那我们接下来看台体跟高师有没有机会在冠军战再次对决哈？因为他们4强赛第一场是不会遇到的。对，好，那上次在冠军赛还是季军战会碰到面。是，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2场女生组的比赛了，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